大家好，我是周文强老师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修行篇。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心灵成长，在这个浮躁的社会，我们都想让自己心灵能够成长，能够让自己过得更安心，能够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但是我们上了很多的课程，也看了很多的书籍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进入修行的，连门可能都没有进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把修行分为4个境界。那第一个境界叫知道，刚开始你不知道，后来你看了一些书，听了一些课，你知道了。但是知道并不等于做到，知道了只是别人告诉你的，叫识人牙慧，叫知识。那第2个境界叫悟道，你今天听了一个课，你自己悟到了一个东西，哇，你真的感受到了自己的心灵成长，你感受到了自己生命，你感受到了自己的内在，你感受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，那这个叫悟道。那比悟道更高的叫做道，就是王阳明先生讲的知行合一。如何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呢？我们很多人都认为知行合一是知道并且做到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在阳明心学最原始的注解里面，阳明先生认为知就是行，行就是知。你每一个真知马上就会产生一个行为，你每一个念头都会产生一个行为。但是他把知分为2种，一种叫假知，一种叫真知。什么是假知呢？别人告诉你的，你没有体验过的叫做假知，只是知道而已。但是你自己体验到的，那就是真知。那换句话讲，就是当你不知道，别人告诉你了以后，你知道了，这个知叫假知，所以你做不到。但是你自己悟到了，那个知叫真知。我经常讲这么一句话，你所学到的，别人说的，你学的，你听的，再好都是别人的，叫知识，叫识人牙慧。而你自己体验到的，悟到的，生发到的叫智慧，然后智慧属于你，那这是悟道。你只要能做到悟道，你就能够做到，你悟到的每一个东西都会做到。举个例子，今天你听那个课程，这个课程告诉你健康很重要，每天早上一定要吃早餐，不然对你的胃伤害非常大。你只是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你肯定做不到。睡懒觉啊，然后不吃早餐已经变成了你的习惯啊。但是如果假设有一天你因为不吃早餐而胃真的出现了问题，去医院了，在医院住了7天，医生告诉你说，如果你再不吃早餐，你可能你这个整个胃都会坏掉。当你体验到的时候，不用再说了，你一定会每天早上7点钟爬起来吃早餐，绝对你能够做到。那比做到更高的一个境界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成为，也就是活出来。在佛家里面有这么3个词，一个叫正悟，一个叫正量，一个叫正果。我们讲这个到最后佛是有果位的啊，叫修成正果。那刚开始是知道，慢慢的是悟道，悟道就是正悟啊，你自己体验到了，哇，你搞明白了，有点你已经开悟了。但是开悟只是一个入门，开悟只是修行的入门，不是开悟以后就结束了。开悟以后你要开始去正量啊，也就是你要把你知道的东西去做出去，去感受一下，去体验出来，去考量出来。那再往上走就是完全成为，完全活出来，那就是正果。周老师在台上讲课，很多人都很向往过成我这样的人生。他们为什么会渴望过成我这样的人生？他之所以渴望，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，就应该是这样的人，只是被自己的头脑所圈禁了，只是被这个物质世界的假象给迷惑了。当他看到有一个老师可以穿越金钱，穿越物质，能够活得那么的真实、洒脱、自然的时候，他们都想成为我这样的人。我为什么要活出来？就是要活出来给世人看，带领更多的人活出来。其实当你今天看到一个东西你很欣赏，或者说你看到一个人你很欣赏他的某一个特质，其实证明你本身就有这个特质。举个例子吧，我们看到一个很坦率的人，我们都很喜欢坦率的人，对吗？但是我们自己却做不到自己坦率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很喜欢坦率的人，但是我们自己做不到坦率。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理，那就是你之所以很喜欢坦率的人，就是证明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坦率的人，你的本体，也就是你的本我，就是一个很坦率的人。但是你为什么不喜欢自己坦率？是因为你的小我，或者说你的假我，它限制了，他觉得我如果坦率，别人就会骗我，别人就会欺负我啊，别人就会蒙我啊，我就会上当受骗啊，所以他不敢坦率。所以其实当我们真正看到一个我们欣赏的人的时候，就证明你身上具备跟他一样的特质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我弟子班课程的时候，我让我们所有的同学写出3个你最喜欢的人物。有一个女同学写武则天，然后这个毛泽东，然后这个孙中山啊，写完这3个以后，那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证明你身上有这样的特质，你一定非常强势，在公司一定应该是你说了算的那种一把手。哇，他就说啊，老师太准了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，你生命当中最喜欢的3个人，你把它写出来。当你把它写出来以后，你发现其实你身上也有那样的特质，你想成为那样的人，那为什么不去做呢？其实所谓的修行，就是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变成做到，活出来，活成那样子。你的生命本应该如此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活成一个光来照亮这个世界。
当你开始向内求的时候，当你开始比如说今天你学了一个情绪管理的课程，不是学了以后知道了就结束了，而是你每天有一个觉知觉察，当有人让你起情绪的时候，你马上知道了，而且你制止了，你能够瞬间转念，你能够瞬间这个化解掉你这个情绪，和你的情绪和平相处，或者说看着这个情绪起，看着这个情绪落，那这叫做正量啊。如果你慢慢到最后，刚开始你还需要察觉到情绪，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情绪给消失掉，但是慢慢的你养成习惯了，你完全已经不可能有情绪进入你的身体的时候，那你就得到正果了。周老师是大概从2年前开始修情绪的，然后我记得张德芬老师讲他的几次婚姻失败就是因为情绪的问题，他也在修自己的情绪。以前我就是一个人让我很生气，我就会爆掉，发火其实伤害最大的是自己嘛，然后或者就是你身边最亲的人。那现在的周老师可以做到，我身边最爱的人啊，前2天我跟我太太吵架，她这个莫名其妙就给我猛发了一对标，然后她发现这次老公怎么没跟我吵啊，而且老公这走开了，然后过了大概2天，他的情绪走了以后，他还问我，他说你怎么回事啊？我说因为我看到你起情绪了，我能察觉到你的情绪来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你啊，当情绪上你身的时候，你就是魔鬼啊，那不是我老婆，我为什么跟你讲话？而且我跟你讲话以后，我的情绪也会起来，所以马上走开，他的情绪划过去，然后他就又正常了，他被情绪掌控了嘛。包括有时候我也是这样，当有一个人这个做了一件事让我特别特别的痛苦，因为周老师每天在讲课遇到那么多的人啊，那肯定会有一些坏人啊，这里的坏人是相对的啊，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人真的就是这个蛮坏的啊，那我也会起情绪，比如说有些人曾经一无所有上了周老师的课，然后从以前的这个穷光蛋，然后变成了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啊，还要来这个背后捅老师一刀啊，想从老师这个平台拿到更多的东西等等，那我也会起情绪，我觉得这个人怎么恩将仇报啊，那我怎么跟他变成了农夫与蛇的故事啊，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啊，对吧？然后郭德纲与众弟子的故事啊，对吧？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当我的情绪上来的时候，我就能够察觉到，我是带着觉知活的，我带了一个上帝视角，我知道了我情绪来了，这个时候我就会让我的情绪从我身上划过去，我不会让它上我的身，因为当我情绪上我身的时候，第一我肯定伤身，第二我肯定会伤别人，第三那时候不是我了，我就变成魔了，所以这就是实修，这就是正量。现在我不敢保证说我这个一直可以做到没有情绪，那可能如果能做到这个，那就变成正果了，用佛陀的话来讲，那就是达到了佛陀意识或者叫基督意识，修成正果了。但是我在这个从知道到悟道到做到的过程当中，然后从这个正悟到正量到正果的过程当中，所以什么是修行？修行就是把你学到的东西用出来，用在你的身上，带着一个觉知来过生活。其实我们很多人真的有些话可能讲的比较难听一点，但是为了让你醒，我在弟子班经常讲这么一句话，那就是所有未觉醒之人都是死人。什么叫未觉醒之人？就是没有带着自己觉知意识活着的人都是死人，你只是生活在一种叫人的动物里告诉你的认知当中。我们很多头脑里的认知并不来自于我们，是来自于别人，所以我们活在我认为、我以为、我愿意、我要这个行为模式里面，然后就会让我们通过一件事，我们的脾气就爆掉了，然后变得不像我们了啊！经常有人打老婆，打完以后后悔，然后结果一上身控制不住又打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不是你，那魔把你给掌控了，情绪把你给掌控了。所以带着觉知的过生活，你才有可能真真正正的拥有到喜悦和平和。每一件事发生，你能带着觉知来看这件事，你能够看到这件事背后的意义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件事背后的礼物。记住，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的事儿都是有意义的，都是来成就你的，没有得到想要的，即将得到更好的。当你能够带着一个觉知在过生活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就走上了修行之路。包括我们带着弟子一起写日精进，为什么要让你们写日精进？写日精进其实不是说今天你看了一段话很厉害你就把它写下来，那不叫日精进，那不还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吗？今天通过一件事儿，你悟到了一个东西，你把它写下来，那叫精进。今天你能够把你学到的东西用在自己生命，用在自己生活当中了，你可以关照到自己的情绪了，这个叫日精进，把它写出来，这叫生命成长。当你不成长的时候，那叫做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为什么很多人过得一年不如一年，一日不如一日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人以前挺有钱的，到最后一无是处，老婆也跑了，孩子也不认他了，生活一塌糊涂，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成长嘛。当这个社会所有人都在成长，你不成长的时候，那你只能够被这个红尘淹没在红尘当中。所以希望你能够跟着周老师一起修行啊，一起提升自己，让自己的生命成长。然后也可以建议大家看一部小说或者叫电视剧，叫《江夜》啊，我特别喜欢。
那里面就讲到修行嘛，如何从这个一个普通人到入出境，然后到感知，到不惑，到洞选，到知命啊。虽然是一部小说，是一部电视剧，但是里面演的特别好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，感恩大家，我是周文强老师，我爱你如同爱自己。感谢观看，此频道将持续更新周文强老师人生智慧系列讲堂，欢迎点击右侧订阅按钮，带你跟着周文强老师修行。希望每个人每天都带着觉知活着，践行修行，修成正果。如果此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并分享给身边的人，传播智慧。